在欧洲独自旅行应该会很危险吧？可是应该会有艳遇吧？听说老外都比较喜欢亚洲人耶。但独自旅行应该会很贵吧？唉，还是不要一个人去啦。不过我好想一个人去旅行哦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刚才那些对白有在你的脑海出现过吗？我先问大家一些问题，你是否有想过来一个独自探索世界的旅程？你觉不觉得这样的旅程超酷的，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？但当你真的有冲动要去执行时，又会忐忑不安，担心自身的安全，又会不断地问自己，我真的要这样做吗？酒店的房间会不会闹鬼啊？然后就会出现很多有的没的的问题。好，在开启一个人的旅行前，首先你真的要问问自己，为什么要一个人旅行？我第一次独自旅行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当时我必须一个人出差到其他欧洲国家，下班后和周末就是我的自由时间，就这样开始了我独自旅行的经验。当然，独自旅行有它的优缺点，就像当你看到美丽的风景时，你没有办法马上和他人分享，身边也多了几分安静，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。不过一个人旅行也会带来很多惊喜，因为你不会知道在下一个转角你会遇到什么人，碰到什么事，尝试到什么新鲜的东西。在新的国家和陌生人交谈也可以带来全新的乐趣。在上一集影片我分享了欧洲的治安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，那么欧洲国家是否适合一个人旅行呢？我个人觉得世界之大，很多国家都适合独自旅行，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，比如说不要害怕一个人在外吃饭，不要怕寂寞，当你得到了一份宁静，就难免多了几分寂寞，但你绝对不会孤单，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真正一个人，整个世界到处都是人，你一定会认识到新的朋友。我一开始独自在餐厅里吃饭时，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，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，之后我发现这完全是我自己多想了，我是唯一一个在乎是否独自用餐的人。有了几次经验之后，我却爱上了这3不5时独自在外吃饭喝咖啡的生活，这完全是我的时间 me time。 所以如果你想独自在欧洲旅行，就请尽情的享受你的 me time。 以我的个人经验，我觉得独自一个人在欧洲旅行最重要的就是这5件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一个人在欧洲旅行，我会建议你先到那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。在网上你会看到一些文章告诉你哪一些城市比较适合一个人旅行，像是 Amsterdam、Barcelona、Lisbon、Vienna 这一些你都可以做参考。还有的就是语言和交通便利性，比如说英语在这个城市是否普遍被使用，城市里是否有 MRT、High-Speed Train 等等，这些对你之后在做旅程规划时非常有帮助，你更能掌控时间和行程。无论你在哪个陌生城市中行走时，最重要的就是充分使用你手机里的 App。 你可以在离开之前先充值 Mobile Data， 或者在到达目的地时购买当地的 SIM 卡。一般欧洲的 Mobile Data 都可以在欧盟国家使用。然后你手机里的 Google Map 就是天赐之物，它除了会告诉你如何快速抵达目的地之外，它还会告诉你去哪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你甚至可以驱动 Google Map 里的 Share Location， 让你的家人知道你身在何处，让他们放心。我很常使用这个 App， 我觉得它超方便的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如果你是独自在欧洲旅行，就一定不要晚归，是一定哦。尤其你是女生的话，更不要晚回饭店。我相信在这期间你一定会有艳遇，稍微好看一点的亚洲女生在欧洲都不难遇上艳遇和认识到新的朋友。在这期间也有人会邀请你去 pub 或 bar 喝一杯，但这一些你都不要去，自身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。你既然已经安全的飞出去，你就要确保自己是完整的回家。
再来的就是你知道吗？饭店里设有保险箱是有原因的，你不要把贵重的物品摆放在陈列箱里或者是行李箱里。如果你无法将护照、钱或 laptop 锁起来，那你可以考虑将它们随身携带，或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可以安全存放的地方。还有你的手机要时时刻刻充饱电，你的包包里一定要有行动电源，因为无论你是在看地图、找方向还是付款，都会用到手机。如果你觉得行动电源太笨重了，带着不方便的话，那你包包里一定要有充电器。在欧洲咖啡馆和快餐店，像是 Starbucks、Burger King 等等，一般都会有地方让你充电。记得哦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手机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。你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手机放在桌上哦。接下来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了，一个人旅行的费用会比较贵吗？我觉得花费最高的就是饭店，因为饭店单人房的要价会比较贵，但你可以考虑选择住在 hostel 或是 Airbnb， 这些你都可以找到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。至于其他的费用，像是机票、火车票、入门票等等，你都可以在网上看看有没有 promotion。 像在荷兰，你可以看一下 pepper.com、socialdeal.nl、groupen.nl、nsinternational.nl。如果你想从荷兰乘搭火车到另一个欧洲国家，像是比利时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等等，我一般都会提前3个月在 nsinternational.nl 开始买票，这样你就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车票。现在是6月尾，你可以看9月尾和10月的车票了。我个人比较喜欢乘搭火车旅行，因为一路上你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，而且比较轻松，也不会那么的赶。好，最后一项就是当你一人在外时，一定要保持警惕，保持安全。如果你遇到过分热情的人，千万不要放松警惕，因为在欧洲城市街上也有很多骗子，但好人也很多，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不过当你和陌生人交谈时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你的钱财也不要外露，一定要保持低调，尽量轻装上阵。在这旅途中，你会遇到许多人，这里面包含了好人和坏人，所以你自己要懂得去分析他们。这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旅程，是专属为自己而打造的旅程。平平安安出门，完完整整回家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，也是给家人最可靠的交代和承诺。独自旅行，你需保持好奇心，敞开心扉去探索世界，不要去理会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想法，也不用去维持人际关系，去互相配合。你可以自由的去调配时间和空间。旅途中我们所遇到的许多人，很多只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过客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好的休息和宁静，无论是身体、心理还是脑袋。因为这时候的你只有你自己，你只需要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自己身上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跟自己对话。平时觉得难以迈过去的坎，想不通的事，可能就在我们坐火车、吃饭、喝咖啡，或是玩过山车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想通了，好像也只不过是那么一回事。我认为独自旅行就是一个自我挑战，因为你冲出了自己的舒适圈，跨越了自己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，你会变得更独立、更自信、更勇敢。每一个新的旅程，我们都无法准确地预测到窗外的风景是怎样的，而一旦选择了，不管是怎样的光景，只要我们有勇气去直面它，窗也会变成门。那么又是哪一扇窗见证了你勇气的启程呢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